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今天由我解读一项关于视觉搜索的重磅研究。华盛顿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团队在科学进展发表成果，探讨了猕猴在目标导向任务中的计算神经动力学。研究发现，大脑在进行视觉搜索时，其效率堪比一台精密的超级计算机。通过分析视网膜后的神经元网络，科学家揭示了实现一眼锁定目标的底层算法。视觉搜索本质上是大脑内部一套精密的寻的算法，这套引擎将日常的寻找任务转化成了高维空间的动态计算。核心发现表明，大脑并不依赖单个神经元的绝对激活，而是利用高维神经状态空间中的轨迹。此外，研究还确认了正交子空间和外周视觉扭曲，这些机制共同保障了极其出色的搜索效率。为了验证这些计算机制，实验设计了毫秒级的自由凝视任务。整个过程分为待机、指令、缓冲和主动搜索4个阶段。在指令阶段，猴子会看到目标类别，随后在无视觉输入的缓冲期维持记忆。在最后的主动搜索中，目标会出现在20个可能位置之一，周围布满11个干扰物。特别的是，目标图像与提示词图像完全不同，这确保了大脑在进行高阶分类计算，而非简单的图像匹配。在进行这项复杂的分类计算时，研究人员同步监测了跨越4大脑区的3万多个神经元。监测范围包括负责终极特征的 V4 皮层和高级识别的 IT 皮层，以及负责评估目标价值的 OFC 和执行认知控制的 LPFC。这种全景式的硬件规格覆盖，让科学家能够精确观察各脑区在搜索中的功能协作。不同脑区在搜索任务中存在明确的功能分工。在区分物体类别的任务中， OFC 表现出 74.21% 的极高选择性。相比之下， IT 皮层在类别识别与注意力分配上表现得更加均衡。数据表明， OFC 是核心的类别鉴定专家，而 IT 皮层则是负责特征识别与关注的综合处理器。与分工明确的其他脑区不同， V4 皮层展现出独特的协同效应。在 IT 或 OFC 区域，类别处理与注意力分配通常互不干扰，但在 V4 中，这两者产生了强烈的融合。关键证据显示，具备类别选择性的神经元极大概率也具备注意力选择性，这确立了 V4 的核心枢纽地位，负责融合目标模板与实时视觉。在分析方法上，本研究从传统的单神经元放电率转向了群体动力学。传统方法关注的是一维放电频率的快慢，而群体动力学则揭示了隐藏在数千个神经元中的3维几何轨迹。实验证明，即便整体平均放电频率保持稳定，神经群体的阵型变化依然能精准编码注意力。这种高维状态空间的分析让观测精度跨越到了新的维度。在实际搜索开始前，系统会进入预热阶段。通过观察神经元的 θ 震荡，研究者发现这种功率变化能够预测搜索效率。折线图对比显示，高效搜索在缓冲延迟阶段的 θ 功率显著高于低效搜索，这意味着大脑在搜索正式启动之前，其内部状态就已经决定了随后的表现。高效搜索并非源于持续的高强度激活，而是源于精确的能量管理。在指令阶段，极低的 θ 能量意味着感官敏锐度极高，能够瞬间完成目标编码。进入缓冲期后， θ 功率会转为极高状态，形成能量屏障来维持记忆。这种双向优化机制确保了大脑既能快速捕捉线索，又能稳定维持待搜索的目标。在等待搜索的延迟期，大脑展现了一种近乎零能耗的信息悬浮。表面上看， V4 和 IT 皮层的平均放电率已降至极低，且难以区分任务目标。但通过降维主成分分析发现，人脸与房屋的神经轨迹在多维空间中依然保持着极宽的物理距离。这说明大脑是通过几何空间的隔离来锁定记忆，而非依赖高频率的神经放电。这种高效计算的核心在于潜藏的正交子空间。如果把平均放电率比作电脑的主频，那么正交子空间就像是一块独立运作的协处理器。研究揭示，大脑能够在不改变整体能耗的情况下，在这个垂直的暗维度中处理复杂的任务信息。这种机制成功突破了传统均值放电分析的视角盲区，展示了更深层的计算逻辑。正交平面内的隐秘计算完全独立于全局神经活动。实验图表显示，在平行轴代表的平均放电率中，目标与干扰物的点云完全混杂。
但在正交平面上，两类信息被清晰分离，解码准确率极高。这种结构确保了任务信息在整个搜索过程中不受全局增益波动的干扰，从而实现稳定持续的处理。进入主动搜索阶段后，不同视觉区域承担了差异化的计算任务。中心视力负责对注视点进行深层鉴定，确认其是否为目标，而外周视力则负责大范围扫描并决策下一个落眼点。这种分工引发了一个核心问题：当目光聚焦在一点时，大脑对外周余光的处理机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当目光真正锁定目标时，大脑会启动一种非线性模式分离机制。在 V4 和 IT 皮层中，外周神经元会产生剧烈的扭曲。对比数据揭示，此时原本分散的干扰物会被塌缩，打包成无差别的背景噪音，而目标特征则被孤立并极度放大。这种生物镜头般的虚化效应能有效防止余光中的干扰物分散注意力，从而强化锁定状态。即便在眼球快速转动的自由搜索中，大脑依然内置了一套空间几何雷达。V4 和 IT 皮层的神经相似度矩阵揭示，这些神经群落就像一面内化的镜子，它们不仅记录物体特征，还精准地保留了搜索阵列的空间布局信息。这套内在的导航地图能够帮助大脑在复杂的搜索环境中定位，确保系统不会在移动视线时迷失方向。在定位目标的过程中，大脑还会根据注视历史动态调整响应。实验发现，当系统第一次看到某个物体时，会产生全系统的强烈响应，而一旦进行再次确认，神经响应就会被系统性的抑制。这种基于历史的动态调整表明，大脑绝不会为相同的信息支付2次全额电费，展示了极高的能效管理水平。这种再注视导致的能量衰减并不会牺牲认知精度。放电率折线图清晰显示，第二次注视时的峰值远低于第一次。然而，即便放电强度大幅下降，多维空间中的表征几何结构却保持绝对稳定。这意味着大脑在极低耗能下依然能维持对目标的完美认知，实现了能量暴跌、精度不减的计算奇迹。当系统最终判定找到目标时，大脑会立即触发全域干扰物静默效应。寻找目标不仅仅需要激活正确的神经元，更需要压制错误信息。监测数据证实，在锁定目标的瞬间， V4 和 IT 皮层会对市场中所有干扰物产生剧烈的抑制响应。这一机制让搜索任务迅速转化为锁定状态，并立刻释放了多余的计算资源。在整个搜索过程中，前额叶皮层扮演了指挥中心的角色。OFC 凭借其高达 74.21% 的类别选择性，成为了视觉模板的发源地，负责定义目标特征。而 LPFC 则是注意力信号的调度中枢，它不仅控制着外周视野的选择性，更是诱发周边视觉扭曲、模糊干扰物的幕后指令员。这两个区域共同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精密控制。这项研究最终构建了一套统一的神经搜索架构，从预热阶段的 θ 波基准设定，到构建空间时正交子空间的激活，再到扫描过程中外周视野的非线性变形，直至最后确认目标后的全局静默。这一系列精密极廉的步骤证明了视觉搜索并非孤立的脑区活动，而是一场高度协同的跨皮层计算交响乐。这些发现为神经工程提供了深远启示。未来的脑机接口应当超越单纯的放电率监测，尝试在正交子空间中解码隐秘的几何表征。同时，下一代 AI 计算机视觉也可以借鉴非线性外周扭曲机制，通过在算力受限时动态模糊背景并锐化目标，机器系统将能实现超越全局高清渲染的极致搜索效率。大脑的视觉搜索绝非像素级的暴力比对，而是一场跨皮层的算法之舞。从操控高维状态空间到动态分配波段能量，再到实时扭曲感知几何，这台超级计算机在不到半秒内就完成了复杂的计算交响。这项基于2026年科学进展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进化的终极算力，更指引我们去关注高维神经表征如何重塑未来的智能计算。